有一种說法，華為的 Mate 系列是商務旗艦， Puro 系列才是影像旗艦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華為自己說的啊，因為我這從來不聊數碼，也不聊數碼新聞方面的，我這的測試呢只看結果。其實 Mate 系列是非常強的啊，老觀眾都知道，畢竟每年我們年底的頒獎節目 Mate 系列還獲得過最佳主攝的獎項。那 Mate 系列跟 Puro 系列比會怎麼樣呢？那本期就看看他们的對比，看點如下，推薦大家仔細去看。還有就是我們節目的測試說明，這麼多年了，每期節目都是按照這個標準來做的。正式測試前肯定是攝影環節呀，畢竟現在越來越多的朋友響應我們的號召，積極的參與到攝影中來了，非常感謝這些朋友啊，也非常感謝給我們節目點讚和加關注的朋友，尤其是加關注，這點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，也可以讓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更新的節目啊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。前面的照片如果有器材名稱的水印呢，我都给刪去了，目的就是为了攝影環節讓大家多討論攝影本身，少討論器材。器材雖然分好壞，但是攝影不論器材，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歡迎收看 ZPH，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。那下面就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。先說一下這台手機的後攝用來成像的各個鏡頭的焦段。Mate 這邊呢是4顆鏡頭，主攝長廣角，4倍的中長焦和6倍的長焦。Puro 這邊是3顆鏡頭，比 Mate 少1顆鏡頭啊，它們是主攝長廣角和1顆4倍的中長焦鏡頭。在拍攝界面上，在默認狀態下，兩台手機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，它們都有 W 的長廣角、1倍的主攝、4倍的中長焦鏡頭。那麼2倍跟10倍呢，都是它們的數碼變焦。只不過不同的是 ，Mate 系列的10倍呢，在光線好的情況下是用6.2倍鏡頭拍攝的，而 Puro 的10倍呢，是用4倍鏡頭數碼變焦拍攝的。高清模式的拍攝界面是不一樣的。由於 Puro 的4倍長焦是2.1像素的，所以它的拍攝界面就有5000萬像素跟2.1像素2種模式。5000萬像素呢，就是主攝跟超廣角長焦都可以拍攝啊，那2.1像素呢，就只有4倍的長焦可以拍攝。還有一處不同，就是在人像拍攝還有自拍的時候 ，Puro 系列是有 AI 姿勢推薦的，那 Mate 系列是沒有這個功能的。在單獨介紹 Puro 90 Pro Max 那期節目裡呢，就介紹過這個功能，這個功能還是很好玩的。本次測試呢，兩台華為手機用的都是高畫質模式，在默認設置下，它優先輸出的是2500萬像素的照片。那下面就正式對比兩台手機在影像上、在光學上的表現了。測試前呢，手機的系統都升級到了最新正式版。那麼我們還是先從主攝開始聊。從一眼參數上說呢，兩邊的主攝可能是一模一樣的啊。也只能說是可能，因為 Puro 那邊的感光器尺寸呢，最起碼我沒有輕易的查到。不過沒有關係，我這兒不看參數，只看結果。看第一組對比樣片，兩邊的色彩風格可以說是非常的接近啊。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也可以說是非常的接近。Puro 那邊對比 Mate 來說呢，只強不弱啊。再看一組對比，兩邊的色彩風格依舊是非常接近的。那麼中心解析力呢，兩邊也依舊是非常接近的。如果硬要對比呢，依舊是 Puro 對比 Mate 是只強不弱。他們的表現既然如此的穩定，那你說這兩顆主攝從感光器到鏡組是不是就是一樣的呢？兩顆主攝也都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，而且在高清模式下，它們的色彩模式呢也可以說是比較接近的啊。當然色差肯定是有的。
不过這回在解析力方面可就不接近了， Mate 系列的解析力是要比 Pure 要強的啊。難道這是誤差嗎？咱們可以再對比一組。沒錯啊，在解析力方面就是 Mate 系列的比 Pure 系列強。哎呀，你說它倆的主攝是一樣的吗？那鏡組的光学質量，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呢，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，都是 Pure 的表現更好。再說超廣角鏡頭，從硬件參數上說呢，這兩台超廣角應該是非常接近的，但是感光器大小呢，我是沒有輕鬆查到的啊。從实拍效果上看，兩邊最起碼從觀感上來說就是非常接近的。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也是非常接近的。但是換了一個場景之後呢，顏色方面發生了明顯的區別啊，但是解析力方面依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。那超廣角的高清模式下有沒有區別呢？它們都是4000萬像素的高清模式啊。那麼顏色方面呢是有一點點區別的，但是解析力方面呢是沒有什麼區別的，而且它們的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做的都一般。鏡組的光学質量，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呢，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，它們倆的表現都很接近。再看中焦和長焦這塊的對比，那麼中長焦鏡頭這塊呢，兩台手機都有4倍的鏡頭，但是長焦鏡頭這塊呢 ，Mate 是有一顆6.2倍的長焦鏡頭的 ，Pure 呢只有一顆4倍的鏡頭。對比兩片呢，先從2倍數碼變焦開始看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啊。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两邊倒是差不多，但是從觀感上來說呢 ，Mate 這邊銳化重一些 ，Pure 這邊相對柔和一些。而現在就是4倍中長焦鏡頭的對比了。在顏色方面呢是略有區別的，解析力方面兩邊差不多，但是在高光的細節呈現方面是 Mate 的表現更好。那就不應該了呀 ，Pure 那邊的4倍是大底的2.1像素感光器呀，按道理来說它的成像效果應該比 Mate 那邊強啊，那它強哪兒了呢？就強在高清模式了。Mate 那邊的高清模式只有5000萬像素 ，Pure 這邊是2億像素的，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就過於明顯了。那如果來到6.2倍的对比呢 ，Mate 那邊是有一顆6.2倍的光學鏡頭的，而 Pure 那邊的6.2倍呢，就只能靠4倍鏡頭的數碼變焦了。那麼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，你還別說，還真不好說。畫面中某些地方是 Mate 的表現更好，有些地方是 Pure 的表現更好啊。Mate 上面這顆6.2倍的長焦鏡頭是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 Pure 上面那顆4倍鏡頭是有2億像素高清模式的。那 Mate 這邊呢佔據焦段的優勢 ，Pure 那邊佔據像素的優勢。那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誰更好呢？你還別說，還真就是最新推出的 Pure， 它的解析力更好。現在看到的是10倍焦段的对比啊。那 Mate 那邊的10倍呢是用6.2倍鏡頭的數碼變焦拍的 ，Pure 呢是用4倍鏡頭的數碼變焦拍的。那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吧，他們倆差不多，但是依然是 Mate 這邊的稍好。現在是超遠的3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啊，同樣的 Mate 那邊是6.2倍鏡頭的數碼變焦 ，Pure 是4倍鏡頭的數碼變焦。那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光學部分就占的比重少一些了，更多的是多张合成之後的相互比对 AI 計算的結果啊。那麼從畫面上來說呢，解析力更高的是 Mate 啊，雖然說有些地方是 Pure 的更好，但 Mate 好的地方更多。再說微距拍攝，两台手機呢都可以用超廣角鏡頭和4倍的中長焦鏡頭來拍攝微距。現在看到的對比呢，就是他們超廣角拍攝微距的效果，只不過系統呢是裁切到主攝的焦段，用數碼變焦來拍的微距。從效果上說呢，兩邊差不太多，但是差的比較多的呢，就是4倍長焦微距了。雖然說 Mate 那邊是有6.2倍的光學鏡頭的，但是那顆鏡頭是不能用來拍微距的。他們長焦微距呢都是用4倍鏡頭拍的，但是呢最近对焦距離是有差別的啊 ，Mate 可以離得更近來拍攝微距。解析力方面呢，差距是有的，雖然說這個差距沒有最近對焦距離差的那麼大，但是解析力依舊是 Mate 的表現更好。再說前攝啊，先看前攝自拍的表現，用的就是手機前摄的默認设置。從磨皮美颜上來說呢 ，Mate 那邊的磨皮效果是更重的啊 ，Pure 那邊相对來說更自然。而且從膚色上來說，它倆也是有區別的。注意看啊，現在是前攝自拍 ，Pure 這邊的膚色是比 Mate 那邊更亮的。但是到了前攝錄像呢，膚色亮度方面反過來了啊，這回是 Mate 那邊更亮了，而且亮的有點不好看啊。那麼相對比來說啊，膚色方面肯定是 Pure 的表現更好。两邊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可以說是同一級別的，但是膚色表現呢，或者說從整體前摄的效果來說，是 Pure 的表現更好一些。
再說人像对比，用的也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。最近北京的天氣是经常下雨，不是下雨就是陰天，水汽也非常大，到處都是漫反射，也就不存在什么阴影下、强光下的两种環境了啊，在哪儿环境都是一樣的。那麼这2台手機拍攝出来的人像效果呢，除了膚色略有区別以外，其他方面還是非常接近的。那至於膚色哪邊更好看呢？我這邊就不給評價了，還是由各位看官自己做主，你們喜歡哪邊的效果，哪邊就好。直出宽容度的表现，2台手机可以說是非常接近的。那這個接近呢，並不是說在任何場景下2台手機成像的觀感是非常接近的，而是它們在這些大光比的環境下，主攝和超廣角在亮部和暗部的細節保留方面做的是比較接近的，而且它們的表現也都是很優秀的。亮部跟暗部的細節保留的越完整，那拍摄出来的照片後期空間也就越大。那麼直出宽容度環節的測試呢，看的也就是这方面的表现。还有一點要說明的是，本次測試呢用的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並沒有用廠家提供的各種色彩濾鏡。如果你用那些色彩濾鏡呢，其實拍完了也就可以直接出片了，並不需要怎麼再後期了。如果您拍完照片之後還有後期需求的話，那麼我們推薦你用任何相機都用它的默認設置就好了。再說夜景的表现，夜景呢依舊分2個部分，先是普通的城市夜景環境，后面是极暗環境啊。那麼在城市夜景環境呢，2台手機的表现依舊是非常接近的，可以說它們的表现呢就是同一水平的。很多场景主攝跟超廣角如果不仔細看的話，幾乎都沒有什麼區別，而且這些區別呢其實也不影響它們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。那麼這些區別小的場景呢，咱們就快速略過了。有些場景的區別還算明顯啊，比如說這組超廣角在亮部呈現方面呢，確實是有區別啊 ，Mate 的表現更好一些。不過到了難度稍微大一些的昏暗場景，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兩邊又是同一級別的了。那麼中長焦在城市夜景的表現會怎麼樣呢？這2台手機的表現依舊是非常接近的。無論是4倍光學焦段還是10倍的數碼變焦，它們的表現就是同一級別的。但是2倍數碼變焦亮部的細節呈現方面，兩邊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啊。但是2倍數碼變焦呢，不是中長焦鏡頭拍的，是主攝的數碼變焦。那麼在亮部細節呈現方面呢，是 Mate 的表現更好。來到昏暗的場景，4倍光學焦段2台手機的表現依舊是非常接近。10倍數碼變焦兩邊也是非常接近的。還有一點要說明，雖然說 Mate 是有 6.2 倍的光學鏡頭的，但是在這個場景下，這顆鏡頭是不工作的。超長的數碼變焦全都是用4倍鏡頭數碼變焦的。下面就是極暗環境，就要打開夜景模式測試了，看的是手機在極限環境下它的多張合成、降噪還有防抖的綜合表現。那麼第一個場景祖傳神速，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兩邊是同一水平。健身器場景顏色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，但是主攝在細節呈現方面是同一水平的，超廣角的表現也是如此。當我以為這2台手機在極暗環境下也是不分伯仲的時候，來到了樹林小路場景，這個時候主攝在細節呈現方面的差距還是挺明顯的啊。Pure 的表現更好，每個場景我都拍攝了非常多的照片，每張照片的差距都是這樣的。超廣角嘛，兩邊確實還是同一水平。不過來到最難的場景祖傳神速 Pro， 這回主攝跟超廣角在細節呈現方面兩邊又回到同一水平了。再看視頻錄製的對比，現在是主攝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現啊，沒有架子，沒有穩定器，兩邊的顏色稍微有一些區別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那麼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，兩邊非常接近。現在是超廣角對比，同樣的只有在顏色方面，兩邊體現出了差異啊，在解析力還有防抖方面，兩邊依舊是同一水平。現在是2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兩邊拍出來的效果就像是同一台手機拍出来似的啊，非常的一致。现在是4倍焦段的对比，两边的颜色又略微有区別了，但是防抖、清晰度兩邊依舊是同一水平。那麼顏色方面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這裡要說一下啊 ，Pure 這回長焦錄像並沒有偏色啊，比前2次的測試明顯好了很多。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那麼 Mate 那邊呢是用 6.2 倍鏡頭數碼變焦拍的， Pure 這邊是4倍鏡頭數碼變焦拍的，但是兩邊在解析力方面幾乎是沒有區別的啊，解析力都非常好，防抖也不錯啊，顏色方面略有區別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顏色呢？
現在是30倍超長數碼變焦的錄像對比。Mate 那邊依然是6.2倍鏡頭拍的 ，Pure 這邊依然是4倍數碼變焦拍的。按道理來說，應該是焦段更長的 Mate 表现更好吧？但是如果你要是把畫面暫停看的話，解析力还真是 Pure 这邊的更好。两邊的防抖依舊都非常不錯啊，手持輕輕的平移還有端穩都沒有壓力。現在是主攝夜晚的錄像對比，他們倆除了顏色方面，其他方面依舊是同一水平的啊。那麼顏色方面，我更喜歡 Mate 這邊的表現。現在是超廣角的錄像表現，那麼從細節呈現方面來說，作為超廣角，在這麼暗的環境下有如此的表現已經不錯了啊，但是已經很吃力了，可以看到防抖是非常糟糕的啊。那麼顏色方面，我依舊是喜歡 Mate 這邊的效果。現在是4倍鏡頭的對比，在清晰度還有細節呈現方面，兩邊是同一水平的。但是在畫面平移的時候，畫面的流暢感 Mate 是比 Pure 強的 ，Pure 有更明顯的拖拽感。但是到了有强光的地方呢，又是 Pure 的表現更好了。现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兩邊畫面的拖拽感啊都挺明顯的。但要是說清晰度方面呢，還是 Mate 的表現更好啊！我不知道這個場景 Mate 是不是用的6.2倍鏡頭數碼變焦拍的，因為我這兒呢不看參數，只看結果啊。反正總之呢 ，Mate 在清晰度方面是比 Pure 更好的。又到了結尾的總結環節了，咱們借着本期上榜的優秀照片来說一下两台手機的對比表現。白天主攝高清模式 Mate 的表現更好一些，鏡組的光學素質是 Pure 的更好，超廣角两邊的水平是一致的。長焦的高清模式呢是 Pure 的更好，但是整體的表現呢两邊差不多。前摄的表現綜合自拍和錄像呢 Pure 的稍微好一點。那人像拍攝的效果呢就由各位觀眾評判了。那微距呢是 Mate 的表現更好，直出曝光度两邊的水平都不錯。那么夜景綜合來說呢两邊差不多，但是極暗環境下呢 Pure 的表現稍微好一點。錄像的對比呢，白天超長焦是 Pure 的表現更好一點啊，夜晚的超長焦呢是 Mate 的表現更好一點。那麼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呢，白天兩邊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到了晚上呢，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是 Mate 的更好。那麼節目的最後呢，大家覺得哪台手機長得更好看一些呢？就是這兩台手機哪台的工業設計更招你喜歡呢？如果你更喜歡 Mate 就打1，更喜歡 Pure 就打2。OK， 到結尾了，看完前面的內容，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，更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啊！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